我没有看明白规则。规则就是女生先选，男生后选。这规则是啥意思啊？让我来看看吧。其实反正你看多多现在很轻松嘛。对啊，多多，我要怎么办？快去选，你看你怎么想。商量清楚再做选择。这怎么选？好难啊！会多多，你会想1为1吗？我应该不会想1为1的，我应该不想，主要是我比较就是希望多留一些回忆和照片。明白。多多应该2v2了。那我跟你一起吧。好，你 OK 吗？我也有点想2v2。他想2v2就代表子涵有用啊。你想什么？你想2v2？但是其实我也想1v1，怎么办？但其实是一样的，就2v2就是4个人一起。那就贴吧。好，我肯定是这个了。都一下没反应过来规则。我其实反应过来了。其实我刚发现变成4人组的时候，我稍微波动了一下。你有点想跟我，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如果是你在的话，可能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可以最直接的有倾诉的对象。对，就像多多说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应该留更多回忆。但可能那个烟花，就远儿的勇敢触动了我，所以我感觉可能原本可能已经被自己压下去平静的情绪，突然又泛起了一点像烟花炸开一样，又再次被点燃了，让我就觉得，我觉得小吴生活就是不给自己留遗憾。对，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来做出勇敢的决定。就是我真的很喜欢那句话：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去享受吧。我们要几天不见？很快就回来了。我觉得那场烟花给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就是或多或少的勇气，都引爆了心中的那个冲动。对，所以一帆选择了1v1。我觉得很棒，非常勇敢。其实我内心想的是，我想。
别担心，很快就有结果的啊。所以现在悬念很大的就是痴痴，那接下来就看痴痴内心想选的那个人会不会也会直接选择到痴痴。对，那如果那还是2个男生也选择跟他1v1，那要怎么？那就看那个男孩有没有坚定的把他的头像贴跟他。那如果宇航跟子涵都坚定呢？要 battle 了，那个很精彩。太刺激了吧！那现在我们女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了，来吧，我们看看男生们会如何的选择。走吧。我猜最后应该是子涵会跟痴痴。那个宇航跟痴痴，大胆一次吧，宇航，勇敢一点。集体讨论就很妙啊。又到了我们本周的推理时刻了，我们本次推理为团队战，猜测所有男生的远行的约会的分组情况。来，我们猜对的所有人可以获得1颗心动原石。来吧，我们看看男生的部分。首先，先把简单的题给做掉。那不就是兰兰那一组是最简单的？娇，方医生，现在来吧，我们分析一下这2个人，一个是子涵，一个是宇航，怎么整？我觉得宇航如果受到点压力的话，只能是调试他自己。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子涵肯定会主导。这么重要的远行计划来说，他一定是会有内心的节奏的。但你觉得他会让宇航吗？如果宇航超级坚定，那就有的一比。但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有一个人退一步，因为怕一帆单独一个人啊。因为我们分析不出来，就用倒推法。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就想不到子涵和一帆在一起旅行的那个可能性，就他们2个就从头到尾没有什么交集，所以只能是把子涵放到痴痴那个位置，然后宇航去跟一帆。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宇航不是和一帆也不怎么来电吗？但是我觉得一帆这次选1v1，他其实也是在向宇航表达他的态度。对，我觉得这时候痴痴其实他就是在告诉宇航说，我要看到你这次的态度给我看。对对对，你还是你，就看你们2个对于这件事情的决心。对。那么各位，我们现在分析完了，我们来做决定。那我们准备好了，觉得子涵的举手，觉得是宇航的举手。我们俩。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接下来进入康师傅茉莉茶清香心动时刻。所有人来了，来了，还要讨论啊？行，那讨论一下吧。来吧，咱们讨论一下。他们会怎么讨论？我跟潘医生应该不要讨论。那要不咱俩先听了。啊，现在这这俩人咋整？咋整？哦，这么快就有所行动了。不知道宇航选谁？哇，浩哥，我俩是小众的那一个。真的，宇航可以。我有看到宇航的眼神有坚定的感觉，对，他这次跟之前不一样。对他这次很冲了，可以。哇，宇航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很好。
太猛了。这次很勇敢吗？那就看怎么说吧。哦，什么意思？我好紧张啊。那就看怎么说吧。我要 battle。哎呀妈呀！哇，这么刺激啊！子涵可以的。这样可以吗？看最后跟谁成。哎，太抓马了。哇塞，挺炸的，精彩。Oh my god！ 没有关系，现在改也来得及。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因为我跟一帆接触多或者了解有怎么样，就是因为我跟他其实也有说，其实我跟他更多像朋友一样这样。宇航已经变了。那我们其实换个角度说，那你觉得一帆是一个坚定的人吗？我觉得一帆，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坚定的人，是不是要给他一个机会？哇塞，但是有战斗的感觉了。那这样子对我也很不公平啊，我觉得。对，我觉得我是不会对我不关注的人去释放什么信号的。我要尖叫了，那个坚定。我觉得是对大家都好。啊，好有压力啊！咋整？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肯定跟我这种点是一样子的。子涵一直在找新角度。突然被 Q 了，突然被 Q 了。我感觉我跟方医生应该，对，方医生和小娇演我俩应该算讨论过了，因为我俩应该也不可能选另外2个1v1。嗯，对，所以你俩其实也是比较坚定的，对吧？对。我的天！
说服力。这个风车第一天来的时候就转，好久再也没转过了，转起来好好看。这两个人已经看出景色了，异常的和谐。是的，完全能共情他们俩，但是我们也帮不上忙。其实我刚刚有想过，就是如果假如啊 battle 的方法，我想了一些 battle 的方法。我在想就是和小夫还是我觉得还是得对做点有挑战性的事情。他俩这时候可开心了，笑得可开心了。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点在你，因为你跟一帆的交接非常多，所以你能解开他的心结。但是约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开朋友的心结，我们其他人去说是没有用的。但是这对我来说也就是有舍有得啊。但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机会，你们做一个。其实我跟他有仔细聊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就是让我们去，其实每一个人去也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我觉得你没有办法说服对方，最后大家做的决定其实也是难以接受的，对吧？还有，那其实也是违心的。哦，他没有办法说服一帆放弃选择他。那不行啊！如果他这次去解一帆了，那痴痴就会更加的。他这个时候再那样的话，那就完了。然后宇航陷入那个自证陷阱，宇航一直在跟子涵解释，坚定自己啊。如果不是按照先后顺序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应该重新商量这个选择约会的顺序。那把人叫我。志涵，方一山。哎呀！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新再商量一下。我跟 Harry 刚刚讨论，就是其实无非就是一个选择约会对象顺序的这个事情嘛。我觉得我们就是得重新商量一个，就是选择约会对象的顺序。哇，这真是一个难题。宇航想表达的这个话，其实是给子涵说的。但是我有一个分歧点啊，我现在说的所有话，我觉得应该方医生都认可，就是，你们俩的分歧点其实在于是左边的那两格嘛，然后并没有分歧到二位这边。对，这个只是大前提下的一个小前提，因为大前提就是大家对这个贴图样顺序就是不满意，对吧？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还是有分歧的人。你整个大前提选择顺序到底重不重要？羽凡严肃了，他说：“你说顺序到底是不是重要的？”对，他真的很坚定了这次。选择顺序到底重不重要？到底选择顺序一开始选择顺序，大家认不认可嘛？哎，对，我觉得明确喜欢的对象也很重要嘛。那我去给大家搬凳子。他应该一个人搬不过来。他应该一个人搬不过来。来吧，这儿坐俩，这儿坐俩，没事，咱们就说慢慢商量，不急。
首先，我觉得我问一下大家，选择顺序重不重要？哎，很好，这是最重要的点，也是最核心的点。这个论据站得很牢。对，就是坚持。我觉得这种时候不需要什么体不体面，也不能让。对我俩来说，理论上不重要。那选择顺序重不重要？我的问题是重不重要？如果你喜欢的女生在1v1，我问的是重不重要，你只要回答重要或者不重要。需要有前提啊。前提我没有前提，就是重不重要。哇，这个辩论打的，也是为了这个选择的结果想的很多办法。那你问方医生怎么答这个题？哇哦，哇哦，好难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所有基于选择的前提是我们要共同讨论出来一个我们觉得公平的规则来去执行，对吧？对啊，大家认不认可 Harry 说的这话吗？又焦灼了。我觉得不说话没办法解决问题啊。我问 Harry 哥一个问题，你看是不是你想问的？你有没有可能选2v2？那我应该不能做出任何让步，我觉得。哇，对啊，他们俩今天战友情啊！他们都不想失去最后一次跟兰兰约会的机会。我不知道一帆和诗诗，但我俩是对爱情选的。一帆是什么决定？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了然于心了。你刚刚说的爱情的出发点，我觉得完全就是站不住脚。那如果你们是爱情的话，那我跟 Harry 是什么？你们也是爱情啊？那就好，那就是没办法，就是我觉得就是没办法说做出让步或怎么样。哇，面对爱情，谁都不想妥协。下雨了都。完了，又僵持住了。不会要僵持到天亮吧？我们在这里纠结半天，我提议是，我需要按照女生的意愿去做这个决定。按照女生的意愿。完了。
他不会是要？完了。宇航不要让步，这个时候了，就坚定自己，喜欢就是喜欢。够了吧，宇航，可别。哎呀！哦天哪，不要！哦天！哦天哪！还把他的牌儿给移上去了，太难了。哎。因为我刚刚只站在自己角度想，但我觉得有些时候人不应该只站在自己角度想。这么善良，我甚至希望他有些时候自私一点、霸道一点。想要顾全局的人会容易遭受和承担更多东西，对自己不开心也要做这样的决定，为了大家体面。不管怎么说呢，宇航他其实最后被子涵说服了，但其实他反而应该跟那个站着这点说，我就是因为不能让他误会，所以我肯定也不能选。说这种竞争的环境其实就跟人生是一样，他竞争的环境就是残酷的。其实宇航已经说过2次，我在其实跟他说过，我们不可能，说了2次没有人去接他的茬，他试图拉拢了其他2个人，失败了，也是失败了。但是他对于他自己来说是已经进步很大。我觉得他做出来的这个举动是他这么多天以来是他最勇敢的一次。那有些人是需要成长空间的，对，而且他第一次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我已经很清楚地跟一帆讲过这件事情。对，这次他真的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和进步。子涵为什么让大家觉得没得谈？他的态度几乎接近于决绝。
他根本不看你，不可能。对对。但是宇航为什么？那我怎么办？对。可是我不想，我也很想。这就是你知道，这个在生活当中谈判当中就会觉得，哦，他有空间，我还有攻破他的可能。所以竞争的常态它就是残酷，它比的就是说你这个抽屉拉回来，我死都不会推进去的。对，这是确实。这确实是宇航的一个性格特点，对，他相对来说更愿意替别人考虑一点。未来他的伴侣可能是要找一个可以理解他这个特点，是的，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包容他这个特点的这样的伴侣。这也是宇航未来人生的功课。对，他会知道以后有些事情他该坚定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选择更坚定的去认同他自己的选择或者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子涵也没有错。我看到宇航有点像曾经的自己，子涵是有看到现在的自己。我觉得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希望大家都开心一点，我把所有人都放在我前面。但是我后面我就会发现，不管是缘分也好，还是机会也好，因为这个其实也不仅仅是在恋爱当中啦，可能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都会有，我会失去很多。从子涵的角度，他确实把握住了这一次最后跟自己心动的人约会的机会，所以其实，在感情里又争又抢是个优势，也是一种能力。现在不知道说痴痴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嘛。对。但他那个第一顺位到底是谁？因为他也没说，咱也不知道。其实我觉得痴痴是有一个心中的人选的，不然他不会1v1，他就在等这个答案是谁。接下来呢，就是要进行他们第一天的这个远行约会了，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来吧。